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紫霞湖了。整个紫霞湖呢是湘西这边的一个湿地公园，延绵有20多公里，整个水域呢还是很宽，鱼类资源是特别丰富的。每天沿着紫霞湖的两岸钓鱼人是特别多的。前一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家有一栋砖房子，以前是养猪的，租给我。他看到我的视频，说很多人租房子，他就说把他家猪圈租给我，然后让我在这边，可以居住打造一下。那我现在就来到了他们家猪圈的旁边，看了一下，非常的简陋。与其说这是一栋房子，更应该说这是一个怎么呢？像个茅草棚一样的。好在它的外墙呢是用砖给它建起来的。那这个猪圈呢，占地面积接近有100平左右，上面呢盖的是石棉瓦，已经是开始坍塌了，很多年没在这边养猪了。砖结构呢还挺好的，但是留的孔洞也挺多，到了冬天是完全没办法住人。像这样的一个猪圈，如果要把它改造出来，变成住房的话，难度也是挺不小的，相当于只有一个框架，所有的屋顶要重新去做，包括整个墙面还有里面的隔断墙，全部都要重新做新的。好在这里的环境是非常吸引人的，门前呢就是这个空地，现在是长满了杂草，然后从这边延伸下去，不到10米就到了紫霞湖边。看整个紫霞湖的湖面特别的平静，水绿油油的，水质是特别好的。整个这一段呢，鱼情也是非常的不错。那边呢还有一艘小船，平时呢还可以划船到湖中心去玩一玩，这边可玩性还是挺不错。门前呢还有一棵这个大树，也比较好作为遮阴的。然后这里呢就是猪圈的位置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猪圈呢非常的简陋，只有一个石棉瓦盖着，然后这边呢都已经坍塌下来了，整个领子像这些都是完全不能够用的，而且房子的高度很矮，人住着呢是很不舒服的。可能我一直强调人在这里居住着怎么的，以前是关猪的，现在是关人的，可能这个词呢用的不好，但事实啊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在我们湘西这边呢属于自治区，它建房规则是很怎么说呢，比其他地方可能是要趋向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政策。像这样的一个猪圈，它建的时间将近有10年左右了，它是完全没有产权的。但是呢，它有这样的一栋简易的房子，你给它重新的修缮，给它修出来，把里面隔断、做卫生间、做房间做出来的话，它就变成了一栋住房。如果你是在河边继续新建这样的房子，是完全不允许的。所以说，这个猪圈看起来非常的简陋，但是呢，它在10多年之前已经建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之上，给它重新的修缮、重新盖瓦，做这个砖墙，完全是可以的，只是没有房产证而已。那整个猪圈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6间，给它修出来的话是很宽的，每个房间呢可以达到20-30平左右，然后门前呢还有一小块的院坝，再延伸到紫霞湖边呢还有菜地，然后这边啊距离县城接近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呢只有2公里左右，平时呢快递都可以送到村里面。整个这个位置呢，就像一个延伸的一个码头一样的，从航拍的镜头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这个猪圈的背后呢有2-3户人家，其中有2栋呢是小洋楼，还有木房子，它是最靠近这个紫霞湖边的，所以如果把它修出来的话，它可以坐在院子，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了，风景是特别不错的。那这样的一栋房子啊，占地面积大概100到120平左右。以我平时修房子的一个经验，我猜想可能需要最保守的估计应该10万打底。如果没有10万块钱，
修不好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整个砖墙要提高，最少要提高到2.56米，甚至于到3米左右。像这样的楼层就太矮了，然后上面的屋顶全部都要重新接了，全部重新来盖瓦，然后里面的砖墙、隔断墙要全部做出来，房间里面还要做成套间，还要修卫生间，还要修客厅，还要修厨房。所以这样的一栋房子完全是等于说只有一个框架，相当于呢整个房子要重建了。现在我们走到房子的左手边去看一下，这边呢也是很空旷的土地，种的有玉米，还有这一块呢都是他们家的。如果给它开垦出来、挖出来，就可以作为菜地使用了。站在这个角落，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紫霞湖的湖面，可以看到整个湖面的宽度啊，接近300到400米左右。这一段呢，因为水比较深，它的深度呢达到了10多米，所以这边的莲蓉是特别多的，还有一些大青鱼、大草鱼、大鲤鱼都特别多。整个紫霞湖呢，应该是在70几年的时候建成的一个水坝，从那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干过，相当于几十年过去了，整个里面的大鱼呢都特别多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是在这个镇里面读书，当地的一些老人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到紫霞湖里面去游泳、去洗澡，里面有一些门板大的大鱼会吃人的。当然，可能当年是老人为了防止我们到紫霞湖里面去游泳呢产生危险，告诉我们的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话语，但是也确确实实证明了整个紫霞湖里面的鱼是特别多的，因为几十年从来没有干过，而且水域面积呢好几十公里。你看那边也有钓鱼的人。整个湘西呢是属于喀斯特地貌地区，连绵起伏的大山，而且溶洞特别的多。我们从航拍的镜头也可以看到，整个房子周边的植被呢是特别丰富，零零散散的有很多住房。而且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条件越来越好，修的房子呢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这个朋友啊，前些天告诉我说，他说他们家的这个住建现在拆了，以后就不可能再修了。如果不拆的话，放在这边也是一种浪费，因为空着嘛，没人在这边继续在养殖，房子慢慢的就坍塌，屋顶以后再也没有了，整个砖墙倒掉了之后，以后也再不能修缮。他就说，如果我这边有缘人，有喜欢的，可以把它给盘活起来，把它利用起来，加以修缮，这边呢还是可以居住，又同时呢又可以钓鱼啊，还有在这边游玩，有朋友接待都是可以的。想法是挺不错，但是他也说了，每年的价格呢可能会要一个月啊400到500左右。他说便宜了，对于他来说没什么用。如果是贵了，别人可能也不会要这样的一栋房子。毕竟啊，要想达到一个入住的条件，刚才我也说了，少说都要10来万左右。不管是房子的里面还是外面，现在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整个外面这部分呢没有做硬化，其实从那边呢是可以把马路修好，车子呢开到院子里面来的，做个院坝。这边呢也有100多平的院坝，加上100多平的房子，占地面积呢接近300平左右。以前这边养猪的时候，实际上养的时间并不长，也就1、2年的时间。不景气了之后，这个朋友呢就没有继续养猪，就外出去打工了。所以整个猪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崭新的。像这边是刚刚建好没有多久，基本上没什么利用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荒废空着了。现在里面呢堆放的是一些木柴，到了冬天呢，这些木柴用来做柴火、烤火的。这些砖结构的房屋，时间久了，它很多墙面呢也会出现一些裂缝。如果基础没做好的话，这样的房子住起来是不安全的。他说以前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地基，如果是以这样的砖墙给它加固的话，也是可行的。但是呢，从我实际过来看，它的每一个立柱呢都是做的比较简单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农村建房子打的立柱呢都是混凝土，里面是钢筋结构的。那它的立柱呢，全部都是用砖这样子砌起来的立柱，所以要说非常结实，这个呢也不是。如果是重新加以修缮的话，这样的立柱呢，可能都需要给它重新修缮一下。这个石棉瓦呢，到处都是漏水了。一般盖这个石棉瓦呢，它到了夏天是比较炎热的，然后3到5年呢需要检修。这个石棉瓦呢，盖起来也是比较便宜。现在农村建房呢，也没人用这种材料了，一般都是搭建猪圈啊、牛圈啊、羊圈，用这个石棉瓦。其实最喜欢的还就是门前的景色，站在这个位置呢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。这边有2棵大树，像柳树一样的。平时想想啊，在这边划着小船到湖中汛去游一游，到每个地方去钓钓鱼，真的是太惬意了。大家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猪圈，如果花上5000左右1年把它租下来，然后再花个10到15万左右给它修缮，在这边居住个10年、20年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